大家好，俗话说，你嫁给什么样的人，过上的就是什么样的生活，此话不假。也就是说，女人嫁给有责任心的男人，女人的日子就一定能越过越踏实。说到这，您或许就会反问：这么说的话，冯绍峰绝对不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否则赵丽颖怎么会越过越不踏实，最终选择了离婚呢？如果您真的这么想，我只能说，结婚前意外怀上宝宝的赵丽颖，是在错误的地点遇上了对的人，却在错误的时间怀上了她的孩子。于是，在急着抱孙的婆婆错误的承诺中，匆匆嫁入了豪门，跟着又在错误的环境中面对着消极的影响，最终无奈的跟这个对的人，遗憾的离婚了。那么，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还是那句话，有对比就有伤害。比起最近火爆全网的华为渣男员工刘坤峰，冯绍峰算得上是一个有情有义、有始有终的典范了。要知道，其貌不扬的前者，偏偏就靠着憨态可掬、忠厚老实的平庸长相，换取了不少女性的好感和信任，让这个匪夷所思的渣男得以顺顺利利的在和漂亮高挑的女朋友同居期间，秒变成为时间管理的达人，居然可以同时交往了10多个无辜的女性，甚至还因为自己生活的不检点染上了难以描述的性病，导致所有被交往过、被骗炮过的受害者们天天都要以泪洗面，惶惶不可终日。如果再拿帅气的冯绍峰跟娘气的华晨宇相比，同属豪门也同属娱乐圈的冯绍峰，除了唱歌作曲，其他方面分分钟都能碾压这个口蜜腹脏、始乱终弃的花花渣男。要知道，今年年初，也就是1月22号，这个华晨宇在微博上被迫承认了跟歌手张碧晨私下育有一女之后，便继续大玩单身游戏了。他还明确表示说，会和张碧晨在没有婚姻关系的大前提下共同抚养孩子。这种结婚与我无关、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的姿态，高调的让人啧舌。要知道，幸福的婚姻有一个相当刚性的指标，就是责任心，特别是男人的责任心。妈宝男冯绍峰不仅在赵丽颖怀胎后果断提速了结婚的日程，更在孩子出生之后说了一句相当暖心，让不少男人也会动容的话。他说：看到小孩，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拍下来，这是我儿子，怕他们报错搞错。这种夸张细致、体贴到家的住家好男人，天底下还多吗？在伪娘和渣男盛行的今天，这种责任心近乎爆棚的男人，绝对是买少见少，难能可贵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男人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这种无微不至的责任心。一个男人无论以前如何花天酒地、花心萝卜，只要一结婚，他就能立马收拾起花花肠子，终结了花花念想。他就是个有肩膀、有担当的好男人。婚姻是什么？它就是柴米油盐，就是承担责任，就是忠于爱情，就是守护对方。因为婚姻本身就是一种法律的契约，一种自我的约束。对于男人而言，你就必须在结婚的那天起，一心一意的去对待那个答应嫁给你的女人，把最多的关怀、最大的耐心、最好的呵护，统统都交给她。而且，男人也需要为家庭做出牺牲，包括爱人和孩子。这是一份义不容辞的重担，也是一辈子的承诺。所以，想要家庭幸福、婚姻和谐，就必然少不了男人的责任心。这个冯绍峰虽然很妈宝、很感性，但至少他也都做到了，也表现到了。他那份镜头前的感性、体贴和用心，无论对家庭还是对责任，都是妥妥的高分的表现。他虽然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甚至说做得非常不好，
但他的责任心足以证明他称得上是个称职的好男人。人无完人，落花流水，一段才子佳人的良缘戛然而止，这足以证明婚姻真的是一辈子的学问，一辈子的功课，更是一辈子的工作。因为即便一个男人很帅、很高、很顾家、很爱老婆，也很有责任心，或许最终打败这段婚姻的仍有可能是其他的因素所造成的。所以当我们感慨和叹息赵丽颖、冯绍峰的婚姻最终破裂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去多些关注和珍惜身边的那个不吭不声却又责任心满满、一心付出的沉默爱人吗？或许他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赵丽颖的靓丽或者冯绍峰的殷实，但只要他比渣男刘坤峰靠谱，比滑头华晨宇实在，这不都是相濡以沫平淡婚姻的若干亮点吗？就像那些看起来平凡无奇的白色烛光，不这样是可以照亮脚前的希望的微光吗？我们一辈子都有可能淹没在嘈杂无序的人海，没法挣扎或者出头。但如果我们没有碰上那些坑蒙拐骗、大奸小恶的渣男或者滑头，不也是生命的恩典和祝福吗？且行且珍惜。其实我们的生活都不赖，您说呢？欢迎您随心闲聊婚姻的心得或者生命的感恩。谢谢您的支持和参与。